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9月1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99.60，收盘价是303.35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03.71。最低价是在295.60，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8708.78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34 倍。量增，那这样的一个量增啊，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抱有大的成交量。通常，量增在 1.2 倍以上，我们就可以称为是抱大量。KD 值开口略有缩小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上行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的趋势发生转变。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1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绿 K 线。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在 2.5% 到 4.5% 之间，留有下影线。那长度呢，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。那这样的 K 线，它的位置是股价在反弹后的横盘中。那如果我们把近期的这些 K 线看作是多头的趋势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头高，这个地方是底高。那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多头的趋势，那出现这样的一个带有大的成交量，含有下影线的中绿或者是中长绿 K 线。那说明这根 K 线是一个上涨的攻击信号。那如果呢，我们把目前的股价的位置看作是一个高档，那要注意出现这样的 K 线之后啊，日后股价说如果不会上涨，那这根 K 线将是一个下跌的信号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啊，我们再来看看K 线信息的剧本。我们延续前2期视频的剧本来说，在9月14日和9月15日连续2日啊，股价出现了带量的拉升。那我们当时说了，可能是股价在出货，对。那日后啊，股价会出现下跌，对，在9月16日啊，果然出现了一个低开盘，并且啊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是下跌，但是呢，在295的这个地方啊遇到了支撑。我们来看一下分时图。那当日在盘中，股价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呢跌破平盘一路下杀，在295这个地方啊遇到了支撑，然后股价是一路向上被拉抬，但是呢这个拉抬是一个震荡的拉抬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最高价的附近。也就是股价在盘中啊，既出现了反转，而没有出现下跌。好，我们回到日 K 线图。
我们再来看这根 K 线，说，股价在反转的时候啊，一定会遇到压力的。那我们在这里讲的压力啊，指的是有空单进入，那就是空单的进场。那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301附近啊，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啊，直到这个地方一直是有空单在进场的。那但是呢，刚才我们也看到了，在盘中啊，多方是继续推动股价，然后收在了最高价的附近。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啊，将给空单啊带来危险。我们再来看1小时 K 线图，当日在午后出现的这根绿棒，这根绿棒啊的收盘价站上了，在日 K 线图当中，我们再返回到日 K 线图，站上了日 K 线图这个收盘价之后所生成的这个5均值，就是站上了301。好，我们回来。那这根 K 棒站上了前面的最高，并且呢，开始回补上方的这个缺口，也就是开盘这个跳空的低开盘留下的这个缺口。那前面的 K 线啊，我们说一直是有空单进场的。那一根长红的下跌 K 线之后啊，出现了反弹，然后马上就会有空单的进场。那这3根连续出现的含有上影线的 K 线啊，就说明一直是有空单进场打压这个股价的。因为啊，每当股价在下跌后的反弹中，都会有空单进场，也就是说它都是空单的进场点。那目标呢，当然是下方的这个区域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会看到股价一旦反弹，就会被打压，再反弹，再被打压。对，也就是说，不断有空单进场来打压股价。但是在午后的这根 K 线啊，多方开始发力，也就是宣布了上行，并且呢，开始回补这个缺口。那它的收盘价站上了前几个小时 K 线的最高。那在接下来的一根 K 线啊，就完全彻底的回补了上方的这个缺口。对，但是回补缺口之后啊，空方是不死心的，他要继续进场啊。他会想啊，就是说，这不是给我一个更好的一个进场的机会吗？也就是说，在更高的位置啊进场。那如果他的目标是下方的这个区域，他会认为这个获利的空间啊反而是增大了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空的进场点啊，或者说是更好的进场点啊。可是，在尾盘，多方说了，这个说小样得给你点颜色看看，就是多方继续把股价拉抬，对，将收盘价收在了最高价附近。那我们看啊，就目前从1小时图上看，最后这根绿棒啊，看起来啊有些不足，就是这个收盘价没有超过前一个 K 线的最高。那这样的一个表现啊，说明正是多方大度的一个表现，也就是在1小时 K 线图啊，给空方啊留一点面子。对，我们再来看15分钟 K 线图。好，在这个 K 线图当中啊，我们依然看最后的这根绿棒，它的收盘价超过了在日内最高位置这个红 K 的最高价。但是呢，
这个收盘价并没有超过多方自己主导的这个绿 K 的最高。对，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啊，是说明多方要告诉空方啊，就是你要小心啊，这个我的力量还没有用完。对，那下周呢，我们再开始较量，也就是下周你要小心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会看到在15分钟 K 线图啊，多方是小心翼翼的把股价收盘在高位，给出警告并且呢也保存了自己的实力，也就是说下周再见分晓。好，那以上呢，这是我们对当日 K 线的演绎，也就是一个新的剧本。我们回到日 K 线图。那在日 K 线图，我们期待我们来看周一这个生成的新的一根 K 线是怎样的一个 K 线，也就是我们看看多空双方啊，在下周一是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愿的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向下说，但是呢，在这里我们也想再补充说一下啊，这个日 K 线就是9月16日的这根 K 线啊，它确实是有一些不足的，就是说它的收盘价没有站上前一日 K 线的实体的上沿，也就是301.82，这是唯一的这根 K 线不足的地方。那为什么呢？如果这个收盘价能够收在前面实体的上沿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实体棒的长度更长，那这样一来，长绿 K 线还有下影线的长绿 K 线抱有大的成交量，那它将是一个上涨攻击的信号，也就是再高一点呢，可能会更符合这样的一个定义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股价后续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啊，我们对9月16日股价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在298附近。它的条件是当日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305的。那另外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高位横盘，收盘在307.5。那它的条件是股价必须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跌破302的。实际在9月16日收盘价是在303.35，出现了横盘。那我们预测的回档的那个可能呢，与实际股价的走势啊相接近，但是收盘价相差的是非常大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复盘昨日的预测。那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解读啊，说这样的一个 K 线啊，可能是股价上行的一个信号。那我们还是先来分析股价的上行。说对于9月19日股价上行的目标依然是309，是9月15日的 K 线的最高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314，是8月16日 K 线的最高。那我们说，股价站上了314之后，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行情。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333.33，是4月26日这个长红 K 线的最高。对，好，这是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的下行，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3号趋势线。3号趋势线以
当日 K 线的焦点是在297，我们调整这条水平线到297。好，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然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跌破前低295。那再向下的目标就是要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但是我们从目前的技术数据来看，在3号趋势线以下，也就是297以下，一直到缺口的下沿289.5，在这个区域都是支撑，也就是我们会看到各条均线值都会汇聚在这里，这是一个非常宽的一个支撑区间。对，那我们呢，还是取这条水平线291，也就是9月14日这个 K 线的最低，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在这个区域当中的一个支撑线。好，那这是下行。那我们总结一下，对于9月19日上方，我们要关注309，站上它，说明股价会继续上行。也就是说，在9月16日生成的这个回档的 K 线，就是回档成功，会建立多头上涨的趋势。那下方呢，我们关注297，跌破它，股价会出现下行，目标是回补下方的缺口，否则股价会在309和297之间，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19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309，然后是314，再向上的压力位就是这条水平线333.3，是4月26日的最高。好，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位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301到303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然后接下来的支撑是297，然后我们依次向下说，再向下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295一直到296，这里包括前低295。然后当日新生成的200日均线值是在293附近，接下来是当日新生成的30日均线值是在292，再接下来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90附近，还有下方的这个缺口。那我们把这部分各均线值合并，也就是第2个支撑区间，是从297一直到289.5。我们说这个支撑的区域是非常宽的。那当然我们想说，股价如果出现下行，说如果跌破了3号趋势线，下方它将有很多的支撑位。对，那我们说遇任何支撑都有可能会使股价再反弹向上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画出一个矩形来作为一个观察我们看看，万一股价出现了下行，在这么宽的一个支撑区域，它能够到达哪个位置？好，我们画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
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9月19日股价的预测。我们预测两个可能，一个是上涨。那在上涨中呢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。那上涨它应该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05，最高会到达314，收盘会收在312附近，在这个附近，也就是第一个上涨呢，我们认为它会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个缺口。对，那它的条件就是必须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05的。那另外一个上涨的一个位置呢，是股价会是高开盘，然后呢，或者是也会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最低会回踩到303，最高会到达310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308附近，也就是另外一个上涨的位置呢，不会出现缺口，是收在308。那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03的。这是第一个可能上涨的2个位置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是股价有可能会出现横盘。如果是横盘，它可能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01，最高会到达308.5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304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9月19日走势的分析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